为什么 NASA 砸数十亿送探测器撞木星，却绝口不提着陆二字？为什么我们仰望了几十年的彩色云带，背后是连钛合金都能碾成粉末的暴力海洋？为什么这颗能轻松装下1300个地球的气态巨怪，会被天文学家称为宇宙最危险的捕兽夹？那些在黑暗中跳舞的彩色条纹，看起来像是宇宙艺术作品的笔触。大红斑从虚空中诱惑我们，就像一个永恒守望系统的眼睛，但不要被欺骗。远处看似油画的东西，实际上是一个绝对暴力的海洋，一个按行星比例的粉碎机，准备摧毁任何接近它的物质痕迹。从远处看，它是太阳系的宝石；近看，它是伪装成云朵的地狱本身。忘记着陆的想法吧，在木星上没有地方可以落脚，我们所知的地面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巨大的气态巨怪，它的肚子里可以轻松装下1300个地球。我们即将目睹的不是一次常规的探索任务，而是一次自杀式的深入巨人腹地的冲击。我们的探测器刚冲破木星的外翼层，最终的死亡下降正式启动。从这一刻起，熟悉的物理定律不再是盟友，而是索命的刽子手。没有回头路，只有向着无限深渊的自由落体。等待我们的是吞噬一切的热浪和毫不留情的高压。飞船开始剧烈震动，这可不是飞机穿云时的轻微颠簸，而是干燥有节奏的重击，时刻提醒你，你闯进了一个物质规则彻底扭曲的领域。穿过外翼层的无形边界，太空的死寂被抛在身后，耳边从尖锐哨声变成震耳欲聋的咆哮。我们正式踏入木星的暴力大气层，最先迎接我们的是挑战人类逻辑的极致严寒。在距离所谓表面数千公里的地方，温度骤降到-150摄氏度，能让最坚硬的钢材脆得像玻璃。砸向船体的第一批云层不是水蒸气，而是冷冻氨晶体组成的致命冰雹，速度快到让地球5级飓风都像春风拂面。这些氨云就是 NASA 照片里那些洁白美丽的条纹，但身处其中，就像被扔进装满液态氮的搅拌机。探测器被时速600公里的超音速狂风狠狠摇晃，这是木星在咆哮：滚出我的领地！透过舷窗望去，是浅色调的噩梦。氨的惨白混着从深处翻涌上来的硫，磷化合物的红棕，像极了这颗星球在看不见的高压锅里沸腾的脓血。但别忘了，这还只是木星的迎宾礼，真正的恐怖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但探测器的警报已经震破天际，那就是辐射。木星拥有太阳系最强的磁场，像一个星球大小的粒子加速器，把带电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，化作万亿颗微型子弹，疯狂撞击船体。探测器的电路开始崩溃，屏幕疯狂闪烁，传感器满是静电。船体金属的充电方式是你在地球想都不敢想的。木星仿佛要先炸掉你的眼睛和大脑，再慢慢收拾你。突然，云层的黑暗被一道闪光撕裂，瞬间刺瞎你的眼睛。这不是地球的普通闪电，这里的闪电是数千倍于人类记录的能量柱，能瞬间蒸发一座城市。这些闪电在水和氨云里形成，带着电能在大气层间穿梭，紧随其后的不是隆隆雷声，而是能震碎船体螺丝的冲击波。浓密的气体让声音像重锤一样砸在你胸口。越往下，阳光越诡异，从熟悉的金色变成病态的昏黄，蓝天彻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肮脏的棕褐和铅灰，像一口倒扣的锅把你死死困住。幽闭恐惧瞬间攫住你，上下概念彻底失效，只有一个方向，朝着巨人的核心坠落，而湍流还在加剧。我们正一头扎进木星的五脏六腑，空气开始像凝胶一样粘稠。探测器每下降1公里，气体密度就飙升1节，哪怕开足引擎也无济于事。这里是木星的化学法则说了算，氨云渐渐让位给硫化氨，黄褐色的云层闻起来像腐烂的鸡蛋，混着剧毒化学品。探测器的金属外壳开始吱呀作响，那是金属被挤压拉伸的哀嚎。
毕竟它设计来扛太空真空，却扛不住木星的过量的质量，过量的狂风，过量的能量。导航系统彻底疯了。在这里 GPS 就是个笑话，没有卫星，没有参照点，只有吞噬一切的深渊。辐射已经穿透外层装甲，要是有人在船上，嘴里早就泛起金属味，这是细胞被高能粒子轰击的死亡警告。中央电脑开始计算错误，比特位在离子冲击下颠倒，探测器正在脑死亡，而物理身体还在被木星大气层无情殴打。我们刚穿过对流层顶，抬头看不见太空，只有狂暴翻滚的云层天花板，往下是沉重的黑暗，那是数十亿年积累的能量在躁动。没错，木星是一颗失败的恒星，它没能点燃自己，就把燃烧的欲望变成了致命的气体和电力陷阱。压力还在飙升，已经不是用帕斯卡或地球大气压能衡量的。风声从咆哮变成次声波，在你胸口共振。水云出现了，但不是软乎乎的云朵，而是延伸数百公里的蒸汽冰墙。这就是闪电永不停歇的原因。天空永远在闪烁，毫秒级的闪电照亮了风暴的真实规模。我们正处在一个比整个地球还大的飓风中，而探测器只是他眼中的一粒微尘。探测器突然剧烈翻滚，一股冷气体下降气流像烟囱一样把我们死死抓住，下降速度瞬间翻倍。我们不再是坠落，而是被硬生生拖向大气海洋的底部。热量开始缓慢但坚定的上升，我们终于逃离了上层的极致严寒，进入木星自身重量压缩产热的区域。第一阶段的生存挑战结束了，我们扛过了600公里时速的狂风，能蒸发城市的闪电，烧毁芯片的辐射。但接下来的考验会让这一切像小孩子过家家。我们即将进入过渡区，这里光线彻底消失，压力大到能像捏汽水罐一样捏碎航空母舰。木星的拥抱越来越紧，我们才刚踏进它噩梦宫殿的门槛。如果你是这艘探测器的设计师，你会在最后时刻让它传回什么数据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疯狂设想。光线彻底屈服了。当我们沉入木星中层，那个陪伴地球人一生的金色太阳先是变成模糊的光斑，最后彻底消失在黑暗里。我们陷入了绝对的黑暗，这种黑暗有重量，像铅块一样压在你心上。你现在就在巨人的喉咙里，他根本不想让你看见生路。几分钟前还冻得骨头发冷的温度开始反转，探测器的温度计如果还没被辐射搞疯的话，显示温度持续上升，从零下150摄氏度短暂跳到接近人类宜居温度。但别傻了，这不是喘息，是气体被压缩产热的信号。很快温度就飙升到工业熔炉的级别，每下降几公里就暴涨数百度。在这里，地球的固液气三态就是个笑话。随着压力突破人类认知的极限，氢开始展现出只有实验室里才能看到的极端状态。我们进入了超临界流体的王国，它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，是稠密、炽热、不透明的浓汤，既有气体的流动性，又有液体的密度，就像在滚烫的水银海里游泳。四面八方还有泰坦级别的力量在挤压你，这一层的压力已经和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相当。但可怕的是，地球海沟只有11公里的水柱，而这里是数千公里的气体柱，我们离底部还远得很。探测器的合金外壳开始发出让你血液凝固的呻吟，那是金属原子被挤压到极限的哀嚎。每一平方厘米都承受着几头大象的重量，铆钉、焊缝、舱口都在被疯狂攻击，墙壁开始慢慢向内凹陷，让你喘不过气来。探测器正在被木星消化，超临界气体挤进仪器舱室，短路了仅剩的活跃部件。电脑的警报已经毫无意义，结构即将失效，温度超标，压力临界，这些词汇都在说同一件事。我们正在从一个独立物体变成木星质量的一部分。想象一下你在舱内的感受，胶囊在毫米地缩小，温度突破500摄氏度、1000摄氏度，呼吸的空气充满了来自木星大气层的共振震动。这颗星球就是个巨大的热机，
而我们正掉进它的燃烧室。在这里，坠落的概念都变了，环境密度太高，探测器不再像石头一样下落，而是像锚一样沉进浓稠的泥海。每往下1米，都是木星重力和自身密度的死斗，我们只是附带的牺牲品。船体金属开始塑性变形，不再断裂，而是弯曲；不再开裂，而是流动。探测器变成了被无形大手捏皱的汽水罐，我们携带的一切都在分子层面崩溃，塑料分解，相机镜头融化粘连，燃料箱被压缩破裂，但没有地球式的爆炸。这里连让残骸飞出去的空间都没有，只有无声的内爆，碎片粘在剩余结构上，像被消化的食物残渣。我们继续向未知深处坠落，下面是什么？黑暗浓稠的像固体，周围的气体被高温烤出死亡的红光，不是火焰，是炽热本身发出的光芒。这里的光不是来自太阳，而是木星地狱的体温。幽灵般的红光照亮探测器扭曲的外壳，告诉我们路走到头了。哪怕有最强大的引擎，也不可能回头。我们被下降气流死死拽向核心，拽向一个物质彻底扭曲的区域。压力已经突破不可能的极限，我们即将离开超临界流体，进入木星最大的谜团——金属氢海洋。欢迎来到木星的噩梦核心。在这里，压力大到让地球上填充气球的氢被迫放弃气体身份，电子从原子核中分离，变成一片无垠的液态氢海洋，像融化的金属一样流动导电。想象一下，你掉进了一个世界大小的发电机内部，这里的电流绵延数千公里，正是它创造了木星那恐怖的磁场。这里的温度高达2万至3万摄度，比太阳表面还热。探测器剩下的钛、钢、黄金不仅在融化，还在原子层面解体，和金属氢彻底混合，变成这片海洋里的一个杂质。到这里，不管是生物还是机器，旅程都彻底结束了。没有壮观的爆炸，只有完全的溶解。木星不是摧毁你，是吸收你。我们继续坠向科学家猜测的固体核心，但这不是地球的岩石核心，是被数百万大气压压缩的异域冰和重金属组成的球体。这里钻石可能是液态，重力强到时间都好像要停止。在一切的中心，不归之旅完成了，没有任务痕迹，没有无线电信号，连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都被抹去。木星核心的沉默和太空的死寂完全不同。太空是空虚的沉默，而这里是饱和的沉默，是数十亿吨气体挤压中心的声音，是行星坟墓的绝对宁静。我们曾经的一切，数年的设计，数十亿的投入，现在只是迷失在液态金属海洋里的原子叹息。最终，木星给了人类一个宇宙级的谦卑教训。在自然的伟力面前，我们的脆弱不堪一击。所谓的顶尖技术，不过是孩童的玩具。那颗望远镜里的彩色宝石，原来是个完美的捕食者，用美丽诱惑你，用暴力碾碎你的好奇心。在它的领域里，物理变成了恐怖的诗篇，物质在重力下彻底屈服。从我们坚固的蓝色地球回望，木星还是夜空中的亮星。但我们现在知道了真相，那些彩色云层下是毫无怜悯的地狱。这个巨人不仅在注视我们，还张开双臂等待着把我们变成它永恒质量的一部分。这次木星大气层的不归之旅，不只是一次太空任务，更是宇宙给人类的警告。有些地方我们根本不被邀请，在宇宙的大局里，我们不过是黑暗中短暂的闪光。木星还在那里，旋转着永恒的舞蹈，用气体、压力和火焰掩盖着秘密。也许未来我们会再送探测器，再试一次，但结果只会一样。木星永远有最后一句话，永远用压倒性的拥抱迎接我们，永远把我们溶解在它的金属海洋里，永远提醒我们，有些边界人类可以跨越，但永远没法回来讲述故事。黑暗闭合，压力恒定，热量变成永恒的常数，旅程结束，入侵者被彻底抹去，只剩下这个狂暴又美丽的气态巨行星，像不需要人类存在的神，统治着深邃的虚空。木星让我们明白，宇宙的浪漫背后
往往藏着致命的残酷。人类的探索精神值得敬佩，但更要对自然保持敬畏。看完这次自杀式探测的全程，你对木星的印象是不是彻底颠覆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别忘了点赞加收藏，关注我，带你解锁更多宇宙深处的恐怖与浪漫。